钟永博临陈，拥兵自重，妖言惑众，私蓄北蛮俘虏，以妖术取水蛊惑军心，削去钟永博实权，降为京畿河曲署副监，留京听用。臣不服。诸位大人，站在这暖殿里，凭一张嘴就定他的罪。楚云兰，你殿前失仪，咆哮惊殿，是要抗旨吗？楚云兰，你身为雁门主将，殿前暗箭顶撞君父，目无法纪。朕念你镇守边关有功，不治你大罪。即日起暂卸雁门关主将之职，随临臣留京自省。姓王。臣领旨。臣领旨。兄弟，该收网了。伯爷，您看这阵练得还行吧？3号方阵右翼散了，换防的时候后排没顶上来，这都让您瞧见了，这帮兔崽子！慌什么？骂是骂不出阵型的。下一下就好。开城门，朝廷仪仗到。雁门关守将林晨、楚云元接旨。丞相秦仲恒弹劾林晨4罪：拥兵自重，私拒北蛮俘虏，以妖术取水祸乱军心，擅改边军军制，命林晨即刻回京诉职。钦此。你瞎说什么？养寇4众，那俘虏是伯爷留着换咱们被掳走的百姓的。没有伯爷，咱们雁门关早就渴死了。是哪个王八蛋在京城嚼舌根？都住口！你们要替我抗旨，把雁门关变成第2个谋逆之地吗？陈林晨，接旨。伯爷快请起，陛下不过是召您回京问个话。陛下问您，断水3日，先保什么？凌晨，白天那道旨，你一点都不意外。你早就知道京城会来人？不是早就知道，是早就料到。我封了爵，你手握雁门兵权，京城那位坐龙椅的，不可能一直当作没看见，要么用，要么防。这道旨是有人想让我入局。谁？丞相想借此除掉我，但召我回京的是皇帝。云兰，这2个人的心思未必一样。你又来了，你又把所有事都自己一个人扛。凌晨，我能陪你上战场，能替你挡刀，能跟你一起守这座城，可每次真到要紧的关头，你总把我推到后面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自己去趟那趟浑水。我去，是把这场祸先引到我一个人身上。那我陪你去。京城凶险，我知道，可正因为凶险，我才更要去。谁敢动你，我就让他知道，雁门女煞不是摆设。你给我记清楚一件事，你我是夫妻，不是你冲锋我守门的主仆。好，一起去。伯爷，陛下还惦记着您呢，这御酒可是天大的体面。都歇下吧，今夜紧紧些。不好！凌晨，推到我后面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说。相府。什么伯爷？我看是个赘婿吧。听说他本是流放罪人，全靠娶了楚家那位女将军才有今天。可不是。什么取水退敌，全是那女将军的功劳，记他头上罢了。一个吃软饭的，也配封伯爵？哎呀，这位想必就是名震边关的钟永博了。久仰久仰，只是伯爷如今是回京戍赎职的戴罪之身，这正门嘛，怕是不大合适。旁边有道侧门，伯爷不妨。一群没上过战场的纨绔，也敢在这里拦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拆了你这门匾，看看是你的脖子硬，还是我的剑硬？你敢？这是京城，不是你们边关那等蛮荒之地。云兰，
是林伯爷，你还认得小老儿吗？年大旱，雁门关断水，是您带人取回了活水，救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！林伯爷，是取水救城的那位林伯爷。我表兄就在雁门关当兵，心里天天念叨，说要不是林伯爷，他们早被屠了城了。老人家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取水救城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雁门关那满城军民自己想活下去，自己拼出来的。我只是陪他们一起拼了一把。万万万！陛下，臣要参钟永博凌晨3大罪。其一，凌晨身为边关守将，私自收编北蛮俘虏数百人编入军中，不杀不放，养寇自重，其心可诛。其二，凌晨于雁门关大旱之时，以所谓取水之术蛊惑军民，装神弄鬼，妖言一起，国将不国。凌晨本是钦定的流放罪臣林氏之后，其家族当年谋逆，罪证确凿。如今一个谋逆罪臣的余孽，竟身居伯爵高位，执掌边关重兵，这让我大前的国法朝廉置于何地？臣恳请陛下削去凌晨爵位兵权，押入天牢，严加审问，以正国法，以安天下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凌晨。雁门关10万百姓的命是凌晨救的，谁敢说他有罪？先问问我手里这柄剑，答不答应？你殿前暗箭，目无君上，是要谋反吗？信我。林大人，边关的风再大，终究也吹不到这京城里来。丞相说的是，不过边关的风吹不到京城，可京城的这潭水也未必就有多干净。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有些棋，不到落子的最后一刻，连执棋的人都不能说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们还没输，我们才刚刚坐到这张棋盘前。林大人，陛下有请。我去就回，无论谁来，不要出门。陛下在里面。断水3日，先保什么？先保净水，再保秩序。水乱，人就乱；人乱，什么都没了。真的是你，你小子，你真的也活着到了这儿？程烨，坐。我穿过来比你早，一睁眼就是这具身体。大前的太子，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先帝就驾崩了。我稀里糊涂被推上这把龙椅，可这龙椅是个空架子。秦仲恒是3朝元老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御史台是他的喉舌，户部的钱袋他捏着一半，经营兵权他也插了手。我这个皇帝从坐上去第1天起就被他架空了，身边一个能信的人都没有，端茶的、扫地的、贴身伺候的，10个里有8个是亲家耳目。我连一句真心话不敢说，一步路都不敢走错。我装了3年的弱，装了3年的傀儡，就为让他放松警惕，以为我翻不起任何芳华。直到去年，雁门关的战报一份一份送到我案前，别人看那战报看的是取水退敌的奇功，可我看的是里面那几个词：净水、斥候3角侦察阵、活水防疫、隔离病患。这些法子，这世上除了从那个世界来的人，还有谁想得出？我看着那份战报看了整整1夜，我赌了一把，赌那个人是你，所以我让魏喜带着那句只有我们才懂的暗号去了雁门关。所以你把我贬了。你都猜到了，我若在朝堂上顺着你的功劳加官进爵，秦仲生会怎么想？他会立刻把你当成我安插的刀，在你立稳脚线前弄死你。他能在边关驿馆就给你下毒派死士，在这京城要杀你有的是法子。所以我得反着来，当着满朝文武削你的爵，夺你的权，把你贬到谁都看不上的烂位置。我要让所有人都以为我这个皇帝也容不下你，只有他放了心，觉得你是条断了脊梁的死狗，才会在你面前露出真正的破绽。
还有那个位置，荆棘河曲树附件，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把你往泥里踩，可只有我知道，那衙门里藏着一本烂账。秦仲恒这些年假借京城修渠的名义贪墨了多少银子，养了多少私兵，我一直查不到实证，因为根本插不进河曲署的手。可你不一样，我把你贬进去，名正言顺。要查这京城地下的水脉暗渠，还有那本烂账。敌人是谁，处境如何，你都说清楚了。那现在说说看，这局我们怎么收网？好，兄弟，等你这句话，我等了3年。凌晨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皇帝会贬你？你让我信你，在金殿上，你按住我的手，让我信你。可你到现在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凌晨，我陪你受这一场天大的委屈，跪在那金砖上，被人指着鼻子骂，我认了。可我连自己为什么跪都不知道。云兰，等这件事结束，我一定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你。等这件事结束，又是这句话。好，但凌晨，你给我记着，若你敢骗我，若你瞒着我的，到最后伤的是你自己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原谅你。哟，这位就是新来的林副监吧？久仰久仰。听说您从前可是封了爵的钟永博，怎么如今屈尊到咱们这儿管破地方来了？账册在哪儿？林副监，您新官上任，不先熟悉熟悉？这账册嘛，又脏又乱，没得很，仔细熏着您。近3年京城修渠的全部账册搬出来。3年，京城修渠的银两一年比一年巨大，可城内的暗渠，我进来时就看见，多处堵塞，年久失修，灾年震水，账上拨了银子，城里却常常莫名断供，钱花出去了，活水却不见踪影，钱去哪儿了？这不是贪墨那么简单。什么？有人用修渠的名义养了一条可以直通皇城的暗线。嘿嘿，林副监既然要查老账，这几本最全。唉，就是年头久了，没得厉害，有些字迹都看不清了。您慢慢看。西郊铁料厂上报，不，账册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白天什么都不肯说，夜里却一个人往外跑。凌晨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瞒我什么。兵甲配料，魏克军号的长枪，这数量足以武装3000私兵。秦仲恒，你假借修渠的名义，养的就是这个。这已经不是贪墨，这是谋逆。别动，3000私兵的料，看场的死士最少有20个，你冲出去就是送死。这就是你不能告诉我的事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是那个小丽的家。我前脚刚见过她，她后脚满门就被灭了口。里面还有没有活人？秦仲恒的手竟然这么快！后院有一口水缸，还有一个活人。快走！给我，这里不能久留，欢迎来人，我们走。
爹爹说过，账都送给一个姓韩的先生，韩之白。西郊铁料厂囤甲兵配料足以武装3000私兵，账2次篡改过。灭口的火是相府放的，证人满门，只活下来一个孩子。韩之白，你认得？何止认得，这个人是秦仲恒座下第一幕僚，相府的刀。秦仲恒所有见不得光的脏事，暗账、密信、灭口、构陷，十有八九都经此人之手。他冷静、狠辣，是秦仲恒最信任的人。想扳倒他，要查3样东西：第一，钱。这么多兵甲，这么多私兵，要养要喂，钱从哪儿来？我怀疑是历年的赈灾银。第二，人。3000私兵不够成事，他必然还买通了经营里的旧部，查清楚经营里哪些将领是他的人。第三，路。私兵藏在城外，可逼宫要进皇城，从城外到皇城必有一条不为人知的通路。我查的那几条废弃暗渠，十有八九就是这条路。钱、人、路。好，我会装得比从前更弱，让他以为我对你只剩猜忌和厌弃，让他放心大胆的去做他想做的事。他越是放心，破绽就露得越多。你只管去查那3条线。朝堂上的风暴，我来替你挡。那就这么定，你装你的弱，我查我的水。林副监，在下韩之白，奉命前来与大人交接几处工程。久闻林大人雁门退敌的威名，今日一见，幸会。韩先生客气。文书放下便是，有劳。河渠属简陋，没什么好查。这是本署后院新井的井水，韩先生尝尝。韩先生这井水是不是带着点药味？寻常人喝不出，可韩先生常年贴身处理相府事务，怕是要防着别人下毒，所以常年累月服着一味避毒丸吧。那药入了五脏，舌根发苦，便是喝最清的水也会糟出3分药味来。哼，林大人果然名不虚传，文书已交接清楚，在下告辞。完了完了，那几本最老的暗渠总图全烧没了，这下线索可就彻底断了呀！总图烧了，可抵挡呢？历年河道开凿修补零散激荡还在不在？零散抵挡还在另一处偏库，火没烧着，可那都是些没头没尾的碎档啊，拼不全的。把所有零散抵当全搬到我职房，从今夜起，谁都不许碰。水流在前面分了叉，左边是死路，右边的水流得急，有机关，跟紧我。机关你来探，杀人的家伙我来挡。藏兵洞，他把私兵的甲藏到了皇城脚下的地底。他不只是要养私兵，他选好了日子，他要在某一个特定的夜里，趁禁军换防的空隙，从地底杀进皇城。林大人，地底的水再深也是死水一潭，来了就别回去了。水在涨，这毒液，凌晨。走，这边。凌晨，你听好了，你可以利用我，你可以瞒着我，可你不能死在我前面。我没有利用你，
你活着，解释给我听。陛下，臣要弹劾林晨，其心可诛，其刑可诛。林晨身为河曲署副监，本职是疏据沟局，可他不思本分，竟于深夜私闯西郊重地，又擅自下入京城地下水道，私查官署机要，更挟持惊扰河曲官吏。陛下，一个被贬的罪臣深夜潜行，私探地脉，所图为何？臣知罪。传朕旨意，林晨私探地脉，行止失检，着即禁足府中3日，闭门思过。楚云兰约束不力，陪同思过。告诉陛下，丞相选定的日子近了，请陛下立刻暗中彻查经营各部的换防记档，重点查哪几支队伍的换防时辰与那张地底布防图上的标注对得上。韩之白这些年知道的太多了，暗账、密信、构陷林氏的旧事，每一桩都能要了老夫的命。如今大事将成，绝不能再留这个隐患。相爷的意思是，今夜便是他韩家的死期，一个不留。对外就说是林晨的余党灭口除政。林大人，你救我满门图什么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是替你做事，还是要我这条命？我救你，不是要你做我的刀。我林晨身边不缺刀，我也不要你忠于忠诚这东西。秦仲涵给过你10年，到头来换的是一道灭门令。我不要这个。你只要做一件事，把你知道的关于秦仲涵的一切都说出来，原原本本说出来，说真话。第一样，这是相爷历年私囤兵甲的暗账，哪一年从哪处铁料厂运了多少兵甲，藏入哪一处密窖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第二样，这是赈灾银的去向，朝廷历年拨下的赈灾款有多少，经我的手被周流洗白，最终流入了经营那几位将领的私囊。第三样，林大人这一样是给你的。林氏当年的谋逆案，原来根本不是谋逆，是边军的军饷被人贪没了。林氏一族只是替那个真正的贪墨者背了黑锅，担了通敌谋逆的罪名，落得个满门流放的下场。而那个在构陷林氏的文书上亲手签下名字的人，林晨，我用着你的身体娶了你的妻，挣了你本该有的功名。我一直以为我只是一个借助于此的过客，可今夜我才知道，既然落到了我手里，那这笔账我替你讨回来。凌晨，这一次无论这账有多深，这局有多险，我陪你一起讨回来。你再敢一个人去，我现在就把你绑回雁门关。好，一起。不对，这大殿的地面太干了，我的水感被削弱了。林大人，相爷说了，你那点水的本事在这儿。云兰，贴紧我，这里水汽被吸干，我的能力压不住了，杀出去！相爷有令，务必取你性命。毒入血了，我要清水把毒逼出去。林晨，谁敢碰他，我让你们一个都活不成！凌晨忍着，时潮太多了。程烨，快走，别管我，把人带出去。程烨，他在叫程烨，那不是大前任何人的名字。可那一声快走，别管我，分明是
是在叫一个与他出生入死、能托付后辈的人。这个名字和当今皇帝……我昏迷了多久？凌晨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？云兰，我现在还不能全说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等这件事了结，我一定把所有的事全部告诉你，包括我究竟从哪里来，包括那个皇帝到底是谁，包括我为什么直到现在都不能告诉你。好，我再信你一次，但凌晨，这是最后一次。臣子，秦仲恒这个老贼，他竟敢对你下死手！当年在那尸潮里，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一刀一刀拖了出来，这条命是你给我捡回来的。这一次，换我护你，我现在就调禁军踏平相府，把那个老贼碎尸万段！别冲动，臣子，你都伤成这样了。秦仲恒，他这一击不只是要杀我，他是在试探你，他在赌你会不会因为我而失了方寸，自乱阵脚。你若真在此刻调动禁军踏平相府，你一旦动手就坐实了皇帝包庇罪臣，构陷重臣。他在经营的私兵，在朝中的党羽会立刻反扑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。到那时，你师出无名，他名正言顺。秦仲涵等的就是你这一乱。我知道了，是我急了，忍，我再忍。可这笔账这一剑，我替你记下了。他既然急着出手，就说明他也撑不住了。这局不能再拖，该收网了。你说怎么动？他想逼宫，那就让他逼。我们给他备一座出得去进不来的皇城。水能进外物之毒，能进井水，能进酒水，能逼出肺腑的烟毒。那么我自己血脉里的毒为什么不能？我的血里也有水，毒溶在血里，以意志牵动血中之水，将那毒素从血疗里一点一点的分离剥落，逼向伤口。不行，你试过净化人血，你自己说过稍有不慎会伤及自身，你现在身子这么弱，我在，凌晨我在，撑住！别哭，我这不是还活着。秦仲恒现在最怕的是不知道我们手里到底攥着多少底牌，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放心大胆动手的理由，让陛下故意传出消息，陛下今日忧思成疾，缠绵病痛，禁军粮饷之事生了闲脾，人心浮动，让所有人都看见。皇帝病重，禁军内斗，我重伤垂死，云岚心灰意冷，秦仲恒得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想？他会以为我们这边已经是一盘散沙，再无还手之力。他会以为时机到了。收网前的最后一步要靠韩之白，让他去把那头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老狐狸彻底逼出洞来。相爷，西郊3000私兵已尽数集结，经营姚统领率领，已封锁了通往皇城的各处要道，数百死士随时听候调遣，只待相爷一声令下。皇帝病重，禁军内斗，临晨那妖人重伤垂死，楚云岚一介妇人心灰意冷，天时地利皆在我手。传令，相爷有令，妖臣临晨以妖术蛊惑军心，残害忠良，欺欺楚云岚，私携边军入京，意图谋逆。当今陛下已被此二人妖法所致，神志不清。我等今日起兵，乃为清君侧除妖臣。陛下，臣等今夜起兵，非为别的，只为替陛下清除身边那2个以妖术惑主的奸佞。请陛下下旨，交出妖臣临晨，汉覆楚云岚，臣等自当退兵。秦相，你统兵围城，剑指攻血，你
真的要反吗？哈哈哈！陛下言重了，臣岂敢言反？臣是在救大前，是陛下您被妖人蒙蔽，亲手将这江山推向了万劫。臣今日所为，上对得起列祖列宗，下对得起天下黎民。来人，撞门，迎陛下还朝。进来吧，秦仲恒，这道门，朕为你开了3年。全军入城，踏平皇宫，活捉妖臣。点火，炸开内宫门，直取金殿。牵牛。水哪来的水？火药湿了，点不着了。有埋伏，快退兵，退出用场。骑兵列阵，随我冲，踏平这些宫墙。他们要冲这段石道，这里的地下正好是暗沟。金营的弟兄们听着，尔等多是被秦仲昏蒙蔽裹挟而来，今日谋逆是诛九族的死罪，但陛下有好生之德，放下兵器者免死，冥顽不灵、助纣为魔者格杀勿论。还是老样子。你负责让敌人乱，我负责收尾。少废话，守住你的皇位，别让一个漏到你面前。楚云兰，我当是谁？一个被陛下夺了兵权、削了官职的女人，如今也敢来当本将军的去路？我有没有兵权，杀不杀得了你是两回事。孙茂，你当年在雁门关也曾是一条好汉，楚家待你不薄，你为了秦仲恒许的那点荣华，就背主投敌，助纣为灭。今日我便替楚家的列祖列宗清理门户。少在这里假仁假义！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金营叛将孙茂已被擒下，即刻起，金营兵权由我楚云言暂代。尔等若还认这枚兵符，就即刻放下兵器，听我号令。从逆者既往不咎，再有顽抗者，孙茂就是下场。韩之白，你竟然没死！我韩之白，今日当着满城军民，揭发丞相秦仲襄5大罪状。其一，贪没赈灾银两，历年朝廷拨付北境用于赈济灾民的银款，被其层层蹂躏私吞，致使灾年饿殍遍野，而其私库堆积如山。其二，私造兵甲，蓄养死士，以休战河渠为名，于西郊铁料厂、皇城暗渠私造兵甲，足以武装3000私兵，包藏祸心，蓄谋已久。其三，构陷忠良。当年林氏一族本是为国戍边的功臣，秦仲恒为掩盖自己贪没边军军饷的罪行，伪造文书，构陷林氏通敌谋逆，致其满门流放，沉冤至今。其四，勾结经营收买叛将。其五，谋逆逼宫。便是今夜，他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悍然起兵，围困皇城，剑指宫阙。其狼子野心，意在颠覆社稷，篡夺皇位。这便是丞相金笔所书的起兵密令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尔等还要为这等谋逆国贼陪葬吗？韩之白，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老夫待你不薄，提携你于微末，你竟敢背主求荣，反咬一口！你不得好死！秦仲恒，
我跟了你10年，替你处理暗账，替你传递密信，背负了多少条人命？我以为我是你最信任的人，直到那一夜，你派暗卫去屠我满门，要拿我的人头去嫁祸林晨。那一刻，我才终于明白，在你眼里，你的门生、你的死士、你的心腹，乃至这天下黎民，都不过是你攫取权力的棋子与草芥，不惜一切代价杀进寝殿，取那昏君的性命！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昏君，老夫一生为国，岂会败在你们这等黄口小男之手？我不服啊！你输了，不是因为我布下了水阵，你输是因为你从头到尾就没把人命放在心上。你把死士当刀，把心腹当弃子，把百姓当草芥，把这天下当成你一个人的棋盘。可这世上真正能托底的，从来不是权术。臣冤枉！昨夜之事是林晨那妖人以妖术蛊惑军心，那5大罪状是韩之白挟私报复、伪造构陷。臣对陛下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证据啊！人证，传上殿。传朕旨意，昭告天下。经查实，当年林氏一族通敌谋逆一案，林晨，臣在。秦相所奏，你可知罪？臣听凭陛下圣裁。好一个听凭圣裁！朕看你是功高自傲，目中无人。你身为流放罪臣之后，本就该戴罪立功，可你在雁门关私改军制，收编俘虏，以取水之事故弄玄虚，祸乱军心，桩桩件件，可曾上报朝廷，请过旨意？削去林晨、钟永博实权，降为京畿河曲属副监，留京听用。3月之内，不得再插手任何边军事务。陛下，林晨何罪之有？楚将军，陛下金口已开，圣裁已定，你这是要抗旨吗？雁门关断水之时，是凌晨入死地取回活水；北蛮铁骑压境之时，是凌晨带趁茶营杀穿敌阵，满城百姓跪地求生之时，也是凌晨把他们一个一个从鬼门关前拖了回来。如今他救了雁门关，守了大前北境，却要被削权贬官，臣不服。楚云兰，你放肆！殿前失仪，质疑圣裁，莫非你也要仗着手里那点雁门兵权，逼迫陛下不成？谁敢说凌晨迂兵自重？谁敢说他妖术惑众？就请他去雁门关的城头站上一夜，去看看那些被他救回来的百姓，去问问他们，凌晨到底是罪臣还是功臣？哼！诸位大人不敢去边关，只敢凭一张嘴就定他的罪。你身为边关主将，殿前暗箭咆哮惊殿，顶撞君父，目无法纪。朕念你镇守雁门有功，不与你计较这僭越之罪。即日起，暂卸你雁门关主将之职，随凌晨一起入京受审。云兰，够了，信我。臣领旨。纯属冤案，乃丞相秦仲新为掩盖其贪墨边军军饷之罪行，伪造文书，蓄意构陷。林晨，秦仲先罪大恶极，人神共愤，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处置？杀他，太便宜了。他不是最瞧不起边关的将士吗？不是视那些流民苦役为草芥吗？那就让他去，剥去他的官身，抄诺他的家产，将他去做最底层的军奴，去那最公寒的边塞，去挖最硬的糯土，去修最累的水渠，去搬最重的石料，让他亲身去尝一尝他从前视若草芥的那些人过的是怎样的日子。传朕旨意，丞相秦仲衡谋逆篡位，构陷忠良，贪墨国土，罪大恶极，这即刻剥夺一切官职爵位，抄诺全部家产，其本人贬为军奴，流放北京苦寒军营，服最重苦役，永世不得赦还。林臣听旨，林臣平定叛乱，揭奸除佞，洗刷沉冤，功在社稷。朕意官复钟永博之位，
加封太子少保，执掌兵部，兼领河渠，入主中书，辅佐朕共理这大钱江山。陛下隆恩，临臣心领，但这官爵和中书之位，临臣不能受。临臣，你这是何意？陛下，臣从一个求生不得的绝境一路到这里，臣拼了命的查案、布局、评判，不是为了再继续困在这权力的牢笼里。臣只想带着云岚回雁门关。臣子，你再考虑考虑。程烨，我意已决。你知不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？身边全是秦仲恒的耳目，端茶的、扫地的，10个里有8个盼着我早点死。我装了3年的傀儡，忍了3年，就是在等一个能让我把后背交出去的人。好不容易，老天开眼让我等到了你，你却要走。你一走，我这偌大的皇宫，这满朝的文武，我身边就又只剩下一群跪着跟我说话的人了。程烨，你是皇帝，你本就该学会一个人坐在那把龙椅上。末世里，我们可以背靠背把命交给对方，因为那时我们身处同一个绝境，目标只有一个：活下去。云岚，我答应过你，等事情结束，就把所有的事全都告诉你。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没有秩序、遍地都是行尸走肉的世界，我们管那叫末世。我在那里活了整整7年，每天都在为了活下去而拼命。还有皇上萧承彦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从那个世界来的。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是我在那片地狱里能毫无保留把后背交给他的兄弟。我之所以一直瞒着你，不是信不过你，而是因为这个秘密太重了，一旦让旁人知道我是穿越者，那便是妖言惑众，是欺君罔上。到那时，你作为我的妻子，也会被卷进这万劫不复的漩涡里。我宁可你怨我，也不愿让你因为我而身处险境。所以，这些年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。以前是，可现在不是了。凌晨，我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我只知道你是我楚云岚的丈夫，以后不许再把我挡在心外面。好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这大前天下若逢大旱、大疫、大乱，凡是百姓有难，社稷将倾之时，你临晨纵在天涯也不能袖手旁观。你这是放我走，还是换了一条更长的锁链？臣子，你我都清楚，能锁住你的从来就不是这一道圣旨。臣领旨谢恩。伯爷、嫂子，可算把你们盼回来了。伯爷来了！伯爷，您放着那么大的将军府不住，跑到这荒郊野外来开荒，图啥呀？将军府是守城的人住的，我如今不想守那座府，我只想守着一方田、一汪水和人。云岚，你这种菜的架势可一点都不像个女将军，那像什么？倒像个占山为王的女土匪。你们爹啊，当年可了不得，他从那流放的千里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在那擂台上3两下就把那膀大腰圆的赵铁山叔叔撂倒了。再后来雁门关大旱，是你们爹硬生生取回了活水，救了满城的人。到了京城，他又帮皇帝平了叛乱。娘，那爹是不是真的会法术呀？别听你娘瞎说，哪有什么法术？他怎么来了？
来者不善。好你个凌晨，你千里迢迢跑来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最好是来蹭顿饭的。要是想甩差事给我，这顿饭可没你的份儿。